心见到各位啊！然后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啊，职业2年多了，但是也跟法官兑现了20多年了，因为我妈的职业就是个法官。作为一个法官，他清楚孩子必须得管，如果少管就可能少管。他管理我的2大方针，跟有时候他的工作重点一模一样，严打。但是我妈严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电脑游戏这个问题，在所有的家长都在为孩子玩游戏，然后两边焦头烂额的时候，只有我妈说要相信孩子，孩子想玩电脑很正常，我家孩子想玩我从来不拦着。哼，我们家都没电脑。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电脑，有，只是没有游戏。但是爱玩电脑的人只需要一个电脑，屏保可以玩，金山打字可以玩。后来我还自己研究编程，发现了一串神秘代码，快乐数字4399。我妈连夜给电脑拆走了，电脑在我们家从安到拆不到3月，百日维新。第一次从家里偷出证件去网吧，很紧张。到了之后，老板说户口本不行。他问我你要跟鸡子结婚呐？幸亏那个时候管得不严，现在是没有了。那个时候能找到那种未成年友好网吧。那老板以前好像是魔术师退下来的，你在你面前展开一副身份证，选一张。那开机之前不知道自己叫啥。那出门在外，身份不用自己给，老板会发。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去老赖开的网吧。正玩着呢，那网吧被法院执行了。我妈带的队，我在上网的时候落网了。就因为这次前科，一直到18岁，我妈依然扣押着我的身份证。她说我有网瘾。朋友们，太荒谬了，我怎么可能有网瘾？什么是瘾？瘾是断不了一直碰，我是碰不着一直想，我这叫网压抑。压抑就需要窗口，我就缺个 Windows。倒也不是想玩游戏啊，就看着那片草原我就开心。我那景色太美好了，你想那绿色的草原，什么蓝色的天空，那红色的警戒，那黄色的不看。高3的时候，我姥爷陪读，就搁那高中对面租了个学区房。我同学一开始一听这俩老人陪读，特别羡慕。他说：“老人陪读，你趁他们晚上睡觉，你就溜出去上网去呗。”他们根本不知道啥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保安的保。我妈租了一个 loft， 我睡2楼，我姥睡门口。为什么选我姥来陪读？老人家有先天优势，我姥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就那个觉轻到啥程度？大半夜我都早上一下冻着了，那声音就飘上来了，跟着声音一起飘上来的还有我姥和东阳光耀。东阳光耀为健康做好药，他俩就像深夜里的一缕阳光。啊不，2位保安都是我健康的守护者。只能等到高中好不容易休息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出去玩。你说去网吧指定是不行，
只能说去唱 K， 一唱8个小时，一放假就唱，那眼睛度数都唱高了。我姥就有点担心，说这么爱唱歌吗？这毕业了是要当歌手啊？我姥显然是多虑了，我这是假唱，假唱不配当歌手。高考前最后一个寒假，就那个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那种紧迫感，就包括我都有了紧迫感。我知道不能再这样，再不去网吧没机会。但是他们看得太严了，我只能给自己争取空间。我主动提了我要自己搬回到老房子复习，我妈同意了，但是在家里安了一个座机。我妈说安这个座机是为了方便联系。这真的，朋友们，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方便可以用来形容座机啊！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座机咋方便呢？我也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点我。我妈说你要在家那就方便。你知道，她说一切都全凭我自觉，就一件事，打电话得接。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啥叫座机了吧？那不就坐牢的机器吗？那我回来住的意义是啥呀？当接线员儿，玩不了电脑，我只能搁家玩电话。有一天接我妈电话的时候，不小心给那电话线扯断了，但是我妈的声音没有断。你知道撂电话之后，我把那座机后盖抠开，发现里面插着一张 SIM 卡。就那一刻我就知道 I'm free。也就是从那天之后，有的时候经常能在网吧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高三学生，他神色很慌张，就玩一会儿电脑就把书包拉开看一眼。也有哥们朝他借手机，但是他从来不敢吱声，直到有一天，书包响了，全网吧听那个书包以最大音量播放着《好运来》的铃声。我哥们一下就往书包里拽上，然后看着我。怪不得那天问谁带手机你不敢说话呀，这哪是手机呀，这不电台吗？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不确定我妈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座机能动，但是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妈大概率低估了我的主观能动。她绝对想不到她的孩子可以在网吧厕所拿着那台座机跟她打电话。那旁边人都上不出来，我路过人也纳闷儿，啥事儿不能 QQ 说呀？但有时候外面的哥们拽门劲儿太大了。有一天有个哥们直接把门拽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这有个公用电话亭啊。因为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一个青春期的男孩。他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男孩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尊。他以为爷们儿要脸，但是爷们儿要战斗。开学前最后一天，真的没有再去，在家补作业。但是那天我妈没给我打电话，我心里还有点失落。我说真在家又不打了，我说你打呀！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当个好人啊。然后发现座机落网吧厕所。演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浩。谢谢浩，喜欢浩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又是一段智斗的往事啊！哦，这气质反差太大了，浩太像一个社会大哥了，感觉你一点都不像一个律师，感觉你当律师是一种合理的去叛逆的感觉。谢谢。不是啥好话，谢啥呀？所以说你后来是成绩好吗？后来就是考到了西南政法大学，然后，所以说
妈妈起了作用吗？我是非常感谢我妈妈的。真要是少管了，还真有可能就少管了，是吧？少管倒不至于，但是可能确实会是那种问题很多的那种孩子。对，我非常感谢我妈。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没有可能哈，他什么都知道，他其实就是在锻炼你的反应能力，在锻炼你的这种综合判断能力，有可能是反侦查能力，对思考能力，最后你成功的当上了一名律师。其实小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的一举一动，其实我妈没在身边，但是她都知道。我妈因为从事了30年的法律工作了，所以说她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再加上我又是她的孩子，知子莫如母，是这样的。在说的时候想起小的时候来，我也是，就是家里边管教的比较严，但是结果不是太好那种，你知道？那确实是想这种各种对策。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我那个屋里边在写作业，然后永远会有抽查的。我侧面有个大衣橱，上面有个镜子，我就把它突然调了个角度。其实我用我的余光就可以看到他们快接近门口的时候会闪现那个身影。哇！我当时为自己那个发明骄傲不已，你知道吗？非常强的反侦查意识也是。对，后来他们发现用那镜子也能看见你，就这样。你们这有这经验吗？没有，他们应该没有。不是，就是主要是我心态不行，我特别受不了。如果在被监管状态下，然后要去干一件别的事儿，我心里受不了，就玩也玩不痛快啊。您就当时上学的时候，比如说偷着出去上网去。就是你会玩的特踏实吗？肯定不踏实啊，对吧？就是我特理解不了那个逃犯惊弓之鸟。对，就是那你这样你也不快乐，完了之后就那个不踏实才刺激，对，就强。它是需要多线程的，就是这就是没进少管的那个。我这不行，真不行，我这脑子可能受不了这个。那您这个跟于博平时认识吗？之前认识吗？我们是很好的兄弟，然后这一次能跟博一起比，非常开心。他俩就是属于比较相爱相杀的，是不？也感谢博选了我，很开心。那上赛段可能全场第6，非常非常厉害的成绩。然后这个赛段大家会说什么？第2赛段什么友谊赛，大家就会找最好的兄弟来一起玩一场拼盘。我就想，那我就想和我的兄弟来玩这场。OK。那我们把2位兄弟请到舞台上吧。这一场比赛也好，游戏也好，总归会有一个结果。都是气氛组的4票，我们看看现场观众给这2位朋友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应该上200吧，200。请看大屏幕。差不多，我感觉也是。很接近啊！恭喜于博193票。哇，一点点。差不多。但很接近，就是很接近。好，190票，也非常优秀的成绩。很遗憾，按照规则，我还是要先请浩前往待定区。190，还可以。哦，嘿嘿耶，190应该走不了吧？走不了。恭喜于博193票，直接晋级。挺刺激的，这是算是我俩第一次打比赛吧，而且是这个段子从创作一直到修改全程都是在一起互相目睹对方的，这个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就像赛车比赛，你知道对方车咋改的，他也知道你是咋改的，就直接把油门踩死，把结果交给别人，挺刺激的。2个人分差只差3分，所以我就觉得2兄弟也是给了彼此很好的答案。之前就说了嘛，我们俩想演一场很漂亮的双拼，然后就演下来，其实会觉得氛围和气场其实非常搭，非常协和，看票也能看出来，不分伯仲，这就是理论上最好的双拼搭子。咱俩双拼能卖总剧场，惦记规模呢，写呗，咱先写呗，不来风能给办不？必须的，话都说的，你还记得吗？在比赛之前，谁晋级谁拿这张图片。那我换你不得赔一个呀？你少拉我这个，你谁晋级谁换。接下来是我们第3组的对决，我们看看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我
们俩的画风是小学风。觉得他很可爱，小孩儿，2年级小孩儿，2年级很准确。那你可能就是5年级半，5年级下学期吧，学姐的感觉吧。你像谁？刘星。哦，像。哎，那就是刘星就是小雪。我当鼠标吧，还是当他好朋友吧？我们的组合是巴拉马，梆梆梆梆，巴拉马，巴拉马，怎么自己倒落了？就是没有节奏感，咱俩在那。来，3、2、1，我们是巴拉马。这个舞台上，其实我想想，好多朋友都开始讲年龄的焦虑，讲中年的一些感受，但其实啊，终于有人也该来讲讲青春的疼痛了。我们掌声有请巴拉。巴拉啊，我叫这个名字，大家就不难看出来啊，我爱看言情小说，对，喜欢左耳离巴拉。今天是我离巴拉最近的一次，因为真的很爱看言情小说，我身边的朋友就会教育我说，你越看言情小说，你就会变得越蠢。我说你从哪儿得到这个观点的？他说我刷短视频刷到的。OK， 因为我看书，他就是想放松，逃避一下现实，幻想一下。我不想白天和男朋友吵完架，晚上回到家还要打开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不想看霍乱的爱情，我想看那种乱的爱情。是那种乱的，一看我就火的爱情。然后青春期的时候，身边所有人都在看言情小说，结果一考试，他们就突然读过名著了，开始在那个作文里引用名人名言，只有我在那个作文里写，我说饶雪漫曾经说过。完蛋了，老师给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就不会得高分。但是我总结了一下啊，饶雪漫不行，你要把名字改了，你改成鲁迅、泰戈尔、列夫·托尔斯泰。朋友们，推荐列夫·托尔斯泰啊，因为他名字比较长，一写一行。我就写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很有深度，引经据典。但这句话是周崇光说的。周崇光，我们《小时代》里的大作家。我也尝试过读一些好书啊，但是那些严肃文学的书名，一看到我就不知道他想讲什么。哎，一句顶10000句。1节比6节强，感觉像是我妈会跟我说的话，说我说你一句，你顶10000句，是不是？啊，言情小说的名字多直观呢，一眼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霸道总裁小娇妻的第99次出逃，哎，这才是一句顶10000句啊！但其实看言情小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影响啊，因为我很痴迷于那种霸总、黑道、强制爱。就我会幻想自己像小说的女主角一样，娇弱、洁白，被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扯入怀里狠狠爱。还有更恶心的，确实喜欢过一个男生，因为他是那种传说中会打架的混混。我很喜欢他不穿校服，在校门口假抽烟。你知道那个校门口烟雾缭绕，还挺帅哇。他假抽烟不过肺，还挺健康。他那个烟呢，都是顺的别人的，还挺持家。哎，这种男人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啊！你打着火机，他自己就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会在笔记本上写自己的小说，然后用他的名字当做我小说男主的名字。但他叫王强，就
叫这个名字，你就感觉顾里不会爱他，顾里会顾他。顾里会跟他说那个，就是你那个外卖放门口就行了啊。我会每天跟王强一起坐公交车放学回家，然后就在那个公交车上幻想，说这个时候上来一个劫匪，我为了保护他，替他挨一刀，这样他才能永远的记住我。我就幻想我躺在那个公交车那个血泊之中，他这样搂着我，说：“丫头，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巴拉，巴拉，我记住你了，波阿巴勒阿拉。”但公交车上有点太安全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就不会永远的记住我了。但我真的会永远的记住他，王强。他逃票。有时候真的觉得文学和现实就是有一些跨不过去的鸿沟。文学现在在我眼里已经变了，文学现在在我眼里它是人性之上，泡沫之下。前年夏天回母校看望老师的时候，有偶遇这个男生，但当天我也不知道，我很狼狈，也没洗头，我就临时在校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他给我洗的头。我就在泡沫之下。他当年毕业就去学了美容美发，我很想问问他为什么没有成为我想象中的那种很厉害的大人，但我转念一想，算了算了，巴拉何苦为难王强呢？都不容易。我那一刻意识到，我们好像都不是言情小说的主角，言情小说长大了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严肃文学，我们都变成了严肃文学生活里的主人公。我稍微有一点点恍惚啊，好像回到了那个我们戴一个耳机偷偷看左耳的自习课上。我就问他，我说王强，你还记得左耳吗？他说别提了，左耳洗了100多个头。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巴拉。谢谢巴拉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索票。小马和巴拉这组选的，感觉都是和我有关系的人。冲你来的。我刚才听到你中间说，你说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娇弱、被强制爱，那跟巴拉不像啊。就是幻想，就是看过很多种小说的类型。对，我叫巴拉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为了爱情牺牲的感觉。那你觉得左耳和你说到一些霸总的那个，你觉得是同一类型吗？是不一样的啊，好，不一样的。谢谢。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左耳是我心里青春文学的巅峰。哎呦，谢谢。就是小的时候看言情小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无论是左耳也好，还是你说的那些霸总也好，不必有什么羞耻感。你没有那个好奇心，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感情观。是的，我觉得这个话题选的也很好。恭喜巴拉。大林有共鸣吗？我很好奇。你看言情小说吗？我小时候都是被朋友推荐看过，不是特感兴趣，但也看了。而且我觉得这确实没什么可羞耻的。那你非说这快餐，你得这东西里头富含多少种微量元素，什么多营养，有多少维他命，这也谈不到。咱想要完成的使命不一样嘛。啊，我觉得挺好。上学的时候呢，我也愿意跟王强这样的人搞好关系，这样他能保护我。给我推荐了一本言情小说，叫《会有天使替我爱你》。然后我还真看了啊，因为王强让我看，我不敢不看。但也还行，你就当故事书看也挺好。但是博哥，您跟乃文哥这个年纪，那会儿有这个言情小说吗？看吗？我没看过，我看的全是古龙和金庸。其实没必要去批判吧，就是存在即是合理的。就是我现在觉得很幼稚的事儿，我小时候那真的是乐此不疲。但当时每个人都在成长，就刚才你说的时候，就我能感受到你的感慨，我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感慨，就是每个人他
都得有成长。是的，言情小说确实是我青春里比较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现在在这说，我觉得都有点奢侈在那儿。说你现在看什么小说？你现在但凡看见一个孩子还在那拿了一本书在那翻看，你都觉得、哎呦，这孩子真好，真是。你看都不在那刷短视频，都不在那，你还在那看，你就觉得挺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青春成长的时候，其实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营养，一样就跟小时候他喜欢吃泡泡糖，那泡泡糖带给他快乐啊。再大的言情小说，在这个荷尔蒙以及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它就是必须的营养品以及心灵的慰藉品啊。对你来说，慰藉品是武侠小说，对啊，对，它都一样，这个都挺好。您其实头开挺好的，我挺想听听这怎么多乱的爱情啊，就是他后边是吧？我其实挺期待您能把您和王强这，哪怕咱虚构呢，是吧？你真编一个特别稍微 drama 一点，稍微王强的故事。对，类似你幻想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可以是重点。我也有同感，可能我的感受是，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多丰富的阅读的经验，可能你直接跳到评论或者直接跳到第三方去观察的那个视角，大家可能上来少了一点点的这个带入的那些部分。不过还是很精彩的表演，谢谢巴拉，请你来到休息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名字里带个小字儿。其实长得也挺有童年感的。上一次我们说这好像从《家有儿女》里走出来的一样。稳住演，稳住演就行。我们有请小一码的小马，欢迎。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马，28女生啊，不像对吧？像刚做完值日的。巴拉前面说的这些书都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但我更像爱看小马宝莉的。我之前是个跳水运动员。谢谢。确实长得比较小，我朋友就很好奇，他说你们练跳水的是不是都长这么小？我说你问归问，不要比划。这什么意思呀？啊，我们平时都住精灵球里是吗？到我上场的时候，教练说就决定是你了。我是个10米跳台的运动员，然后12岁得过亚洲锦标赛冠军。不用太惊讶，因为跳10米就是这样，越小越有优势。我们是唯一一个小孩吊打大人的体育项目。我去国外比赛的时候，外国选手都吓坏了，看见我之后 ，Oh my God, so small！ 我拿了冠军之后正开心呢，教练就开始担心我了。他说：“哎呦，你这以后可咋办呢？”哎，拿了冠军之后不知道该咋办了。我是翟佳宁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担心我的发育期，因为他见过很多跳台的女运动员，遇到发育期之后就会长高、长胖，成绩开始下降。我知道发育期挺吓人的，但没我教练的嘴吓人。小马12了，咱日子不多了。你知道多少女孩前2年好好的，到了15、16岁，人一下就没了。水里是有河童吗？我确实是从15岁开始进入到了发育期，发育期最明显的病理特征就是馋。你们吃过15岁的饭吗？有一次在食堂，我教练拿着块炸鸡，他说你要吃了这块，你就得跑3公里。我听到的是，只要我跑3公里，我就能吃了这块。那天我跑了个半马。我确实很难控制住体重，2个月从80斤长到了90斤，胖了之后人变得很可爱。大家见过猪猪侠跳水吗？水花也压不住了，比亚锦赛那会儿跳下去，教练说什么时候跳下去的？没看见，小刺客。发育期来了之后，教练说什么玩意儿跳去了？小坦克。
我跳水比讲单口炸多了。最怕就是去外地比赛，你不一定开到哪个好吃的城市。最怕去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去了就胖。教练说你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上回去杭州也没这样呀。回来之后就开始减肥，为了减肥，经常练完之后不吃饭，饿得我满眼冒金牌。教练很挑剔，胖了说我跳不动，瘦了又说我没劲儿。我怎么样才能做到既不吃饭，又能一直有劲儿呢？咱是反兴奋剂的呀。所以有时候太馋了，就会跟舍友一块儿偷吃一碗泡面。我们怕味道飘到教练房间，我们就在阳台把窗户打开。开始通风，但是冬天太冷了，冷风吹着我们4个人围着一桶泡面，开始发抖，开始流鼻涕。我们4个人就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开始4盛1碗红烧牛肉面。就面已经很不够了，最烦那种队友拿那个叉子在碗里面转呐，给我气的。我说好了转1周，你为什么要转3周半？这是你这个年纪该做的动作吗？就知道违反泡林匹克精神。我其实也是准备12年的时候冲刺伦敦奥运会的，随后因为发育期的原因，最后还是退役了。就退役之后很难面对我的发小，我跟他说12年我会去奥运会，你就给我等着吧。结果奥运会开幕了，我看着圣火点燃了，我跟我发小坐在电视机前，把火锅也点燃了。他说：“哎，你咋没去呀？”我说：“嗨，我长大了，那都是小孩玩的。”但说心里话，我真的很想去奥运会。教练说，如果你想去奥运会，你的体重就需要控制在80斤。我现在退役已经快10年了，昨天称了个体重，79斤。但我这个年龄肯定是跳不过这些小孩了。咱奥运会能不能设置一个30岁年龄组？30岁正是有水花的年纪。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浪姐。谢谢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小马的表演。喜欢小马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小马。那这个好像是咱们您也好，包括很多运动员朋友也会谈到的一个，就挺难受的一个话题啊。发育观是不是其实除了包括跳水，这不是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体操运动员也是会遇到这种发育期，需要控制一下口水，控制体重，馋了，对我觉得好心疼啊，因为其实有点反人性的一些操作，就是你明明是应该长大，然后发育长高，但是他就什么都要他给你箍在一个小小的壳子里，好像才是好的，就会很心疼小马。哇，共情力好强，谢谢小马老师。不用担心啊，我不是因为就是说饿成这么小的。其实女生好像也都会有经历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感受，就是开始发育的时候，然后自己就开始驼背了。会。其实你长大之后，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以及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当时你就形成了驼背的习惯，心理性的。对，心理性的你会觉得挺羞耻的。然后长大之后，你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你的驼背又改不掉了的感觉。对，就是好像都会有一个过程。不光是运动员吧。我刚才看，我也是觉得挺心疼的，但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讲的所谓的拼搏精神啊，这个确实为了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为了什么也好，他确实付出很多。说包括我说演员也好，像我们这样的演员啊，不包括你啊，为什么？就是还好点，因为大家对你的外形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是吧？你等会儿，凭什么不包括我啊？你是靠我是偶像剧演员，对，靠脸吃饭的，你知道吗？对，确实，他刚才说他现在79斤，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往79公斤上去。对，每个职业它背后它都得有付出，
都得有代价哈。包括你现在你们做脱口秀，没日没夜的弄稿子呀，去开放麦。那肯定很辛苦。脱口秀演员是一群昼伏夜出的人，那就是很辛苦。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是，就是背后他都有这个你的付出，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对吧？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尊重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背后的那种付出，互相理解吧。对，确实是这样。小马讲到猪猪侠的时候，刘仁成，你笑啥呢？有被影射到，而且我这特别像一个跳水的台子，你们不觉得吗？快闪开！快闪开！快跑啊！我以为在暗示我什么呢？脱口秀没有跳水环节。好嘞，那我们这组对决有个结果，我们把巴拉请回舞台中央。来看看现场观众给巴拉和小马的投票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哦，我们恭喜小马171票。很遗憾，按照规则，巴拉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拜拜，朋友们。你跟一帮优秀的人相处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不足是会被放大。你自己出一个小小的梗都很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要学习要走的路真的太长太长了。同时，恭喜小马171票，直接晋级。谢谢。希望回到高处能让你稍微放松一点啊，可能高处你更熟悉一些。我是从7岁开始一直到18岁，11年的一个跳水运动员。我主要跳的项目是10米台。大家的发育期都在14、15岁，那懂啥呀？那个时候就是会很责备自己的一个阶段。教练就会说你胖，你所有的你只有一件游泳衣，你在台上，你的身材是没有任何可以遮挡的。你不好意思想你半年前那个拿冠军的你。然后你半年之后，你可能出来比赛，大家看你就胖了，怎么回事？那就是发育了，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你下了那个领奖台，你就归零了。为啥要归零？我会觉得每个人他拿了任何的成绩，他都是值得，他就是骄傲的。我身边更多的队友其实就是我们很像的，我们不是那个最好的，所以没有人会去给你写报道，会记录你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长大了他就要退役了，就是这种感觉。人怎么会因为长大而告别一个行业呢？单口其实是对跳水一点一点告别，我觉得是用这种方式是挺酷的。我就用我喜欢的方式吧。谢谢大家。黑灯，再开灯，我退役了。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一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王凯峰，肉食动物。就直接成了，朋友们。好了，我非常喜欢肉食动物的这个作品的这个世界观，还有这个故事框架。谢谢。哎，我脑洞都好大啊！单口的天马行空和漫才的天马行空。是个啥？这是一个红毯，这是签名墙，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时尚的，但玩的是他们独有的一种比较古怪的时尚，他们能把舞台走成红毯的那种感觉，玩他们的时尚的这个作品。哦，是靠说的，其实。这个也可以啊。我画的，你来说吧。树呢本身是孤独的，对吧？有思想的树会更孤独。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能跟凯峰成为朋友，让他显得没有那么孤独。王凯峰是今年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舞台的新朋友，在整个录制之前，我们做了一个演员内部的小调查，一个问题叫做你最想把哪位朋友的脑子打开来看一看？王凯峰获得了第1名，击败了林简七。
所以听他讲脱口秀要小心一点，不然一不小心你就被他不知道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来看一看王凯峰今天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掌声有请。太感谢了，谢谢大家。王凯峰，我也尽量让大家快速的认识我啊。我接触脱口秀挺早的，我从大一开始，18岁那会儿，大一我就在校外沾染了脱口秀的恶习。那会儿讲脱口秀经常翘课啊。当时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师哥，他教给过我一句话，他跟我说：“大学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上课的。”这个话非常厉害。说这话那年我是大3，他是大5。他们都管他这个叫延毕啊。有一天问他说：“师哥，你为啥延毕？”他跟我说：“延毕能省房租，而且大学生吃那个海某捞比较便宜。”太厉害了！我这师哥最后是续了2年。读完大5，他又攻读了一个大6，然后才，你为什么这儿有一个毕业生在？你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在那儿注意你很久了，欢迎你啊！非常棒，你是今年毕业还是说想穿这个过过瘾？没有，我就是今年6月毕业。今年6月毕业，已经毕业了，还是说没有参加那个毕业典礼？你可以坐下了。毕业典礼就是马上就要举行了，还没。马上就要举行，先来这里彩排一下，是不是？今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其实你这是学位服吗？是的，是硕士还是本科？蓝色的是硕士。蓝色是硕士。比我高啊！有没有读博的打算？没有。最好有啊！你看今天这个冥冥中都是一种暗示啊！我们今天这个阵容的组装，我们这儿有辛博，有于博，我们有庞博、黄博，还专门请来了一位李伯伯。我们今天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啊！加油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互动？是因为你长得非常像我的师哥。然后也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挑战肉食动物，因为我可以在现场抓取一个搭档。后面的内容我争取能盖过这个现挂啊。内容也是精心准备的，但我这样很开心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策略啊。它叫不徐徐制胜。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这么一个人设啊，所以我开头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延毕，我是觉得那句话很重要，就是大学是来读书的。我是一个读书人，这个能看出来吗？我相信讲到现在，应该能够发现我的这个台风是非常的虚弱。是吧？沾点那种文弱书生的感觉。他们有人说我就是那种把我扔《聊斋》里肯定得撞见东西的。我说你说什么鬼？我是那种老派书生啊，老派的，我至今坚持阅读纸质书。不爱看那个电子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电子书应该没法取代纸质书，对吧？不会啊，就哪怕你平时不看书，书在家里算一种软装，对吧？你书架里放个 Kindle， 那个就是硬装。因为电子书是没法用来陈列和收藏的。电子书没法收藏啊！你如果有个朋友指着他那个电脑的文件夹告诉你，这些都是我的珍藏，你就会好奇这是正经东西吗？黄的不看，全挂完了。
我书架里至今珍藏着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套儿童恐怖文学，那个是我的启蒙读物啊，儿童恐怖文学。我那书非常禁忌，那个书封面就能把别的小孩吓一跳，然后封面上还写着一行小字儿，叫“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我非常喜欢这个 slogan， 我当年就想把它给抄走，就写在我作业本上。我也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这样老师要是查出来我没写作业，我先敬他是条汉子。恐怖文学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就是它会让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勇敢，但让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少读，后来改读哲学。我挺爱哲学的，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很厉害，书里介绍说他每天就站在雅典的广场上质问来来往往的人，他的目的是希望让全雅典的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最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我当年在这段旁边批注了一个字“该”。我说您太冒犯了。但我非常喜欢苏格拉底，因为我从小也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全职讲脱口秀。这个非常的困难，至今是非常的后悔。我为此还放弃了本校的保研，不是，是延毕。我觉得这样讲会有效果啊，我也可以直接讲延毕的。强化一个误导，我怎么可能保研呢？是热爱脱口秀的，但是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迷茫。最迷茫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梦见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笑着对我说：“该。”反正就是老派书生，热爱纸质书，还喜欢纸质书的一个点是喜欢闻书的那个香味儿。因为书香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的，而且书它越老越香，大家有共鸣吗？那种老书很香，而且随着那种岁月的沉淀，你会发现那个书的纸张也会变得焦黄而油润。所以书就是植物版本的腊肉，书就是一种对树的烹饪。为什么有的人买了书以后从来不看？因为他在等最佳赏为期。为什么有的人翻书的时候会舔手？这都见过。为什么？这个跟吃披萨一样，指尖有芝士的香味。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书是腊肉的比喻啊！谢谢你们，我还准备了一个比喻。关于读书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读书就特别像神仙享用贡品，营养吸收了，但东西还在。所以阅读何尝不是人类的神仙体验？希望我也能有勇气把这个脱口秀就停在这里啊，但很难。我平时讲这两个比喻我非常喜欢，但他经常冷场。我甚至为此专门咨询了一个非常资深的脱口秀老前辈啊，我就把我这俩比喻发给他，问他说：“您觉得怎么样？”哎，老前辈跟我说：“我感觉就像蝴蝶的翅膀。”我说：“哦，说我浪漫。”他说：“不是，是两个都要删。”我说我不删，我不光不删，我把你也写了进去。观众要是喜欢，算我们俩的功劳，算我们仨的功劳。观众要是不喜欢，你就对我说一个字儿，该。谢谢大家。
谢谢王凯峰的表演，很厉害。喜欢凯峰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你虚弱的表演。哎呀，这一段为什么不放在第一轮呢？嗯。第一轮也还行，第一轮比这个更浪漫一些啊，我感觉。你怎么不说第一轮比这个危险很多呢？我们差点看不着这一段了。非常危险啊！后来45位选手，我排41名。我说大家都是号码，为什么我是鞋码？这咱先问问第一回看的乃文哥，这挺不一样，对不对？我就感觉就是你这个说是所谓的虚弱的表演，但是我觉得内核很炸，就是他有别人触不到的那些点，就是你的脑洞，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就是他的脑洞真的很新奇，是吧？整场的表演包括现挂，他反应其实很快，拿了就能用。而且还能 call back 别人，就是我相信这都是即兴的，就是你很享受的同时，让我们也很享受。我现在只能用你的一个词儿来概括我的感觉，就是神仙的体验。谢谢。哎呦，非常感谢。这个炸哈，在我这儿，他这老感觉是上面蒙了层被，在里头炸。对，炸里面了。对，而且他在上面的表演，我也不知道脑子里边老出现，就有一种鸟站在木头上，你不仔细看，它像个木头一样，你再离近了看，就像一动不动。那个，它就特别像，很神奇。我觉得其实反而今天其实比第一次要松好多啊，第一次那个特点更明显，就是上来以后，我说这是何方神圣妖孽，对他说不出来的一个自己特殊的劲儿，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是需要一定底蕴的，但是他真的是出现在整个的脱口秀的这个大群体里边，我觉得他太有必要有一个这样的类型的存在了。而且他那个比喻找的简直太神奇了。对，上次也有什么山是树的楼房，对，我这就太神奇了。我觉得他的脑子里边的那个脑回路或者那个褶皱，可能跟大家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对，谢谢黄渤老师，特别喜欢这一段。我觉得那个凯峰的那种表演是隐性的，就是会让人觉得慢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扎你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你的那个幽默感是天然自带的，就是好像你无论说什么都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给人让人会心一笑的感觉。这一段会让我觉得可以回味很久，太好。包括你在里面说的那些比喻，都会觉得很浪漫，很值得品味，特别喜欢。谢谢。确实是这个舞台上比较罕见的风格，我就特别感觉我们俩肯定有一个人在水底下，就那个声音啊，它不是通过空气传过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好，要不然反正是就我淹着了，要不是他淹着了，反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视听感受，也都是好包的，但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欣赏状态呢？我还没有完全成型呢。我这个发音还是得练的啊。不，就他有一种感觉，他没有在演给，直接的跟你对话的感觉。是吧？是，他就是哪怕别的，比如说有那种风格是拈拱，就是说慢慢那么说的，您这还真不是那种表演风格。但我在这个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一直我在琢磨，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之前第一次是不是还有说？之前的那个老先生马三立，也有这个蔫蔫的，然后往里边说的那个啊那个劲儿。马三立肯定是从脑袋从水里出来说的，肯定是。他在里面咕嘟着说的，就感觉有泡，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特好奇，也特想欣赏您接下来的表演，争取在这一季里能让我读懂您这本书。好，其实凯峰的这个表演风格其实就是娓娓道来自己说，但其实我很意外你会今天出现一个跟观众这么长时间的现挂的互动，是从哪一刻开始憋这个坏的？我好这口，我这平时我喜欢互动的，喜欢现挂。我上台我就感觉你嘴角憋着个坏，其实
我有点不知道要干点什么，终于来了。谢谢凯峰，谢谢。请来到休息区，这是我见过最虚弱的台风。接下来的要跟凯峰对战的这组朋友，一点都不虚弱了，对吧？我们今年喜单的舞台上漫才组合是最多的一年，而这组朋友听名字就完全不吃素。掌声有请肉食动物。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啊，我也是个读书人啊。行，我最近读了很多玄学方面的书，研究这种，研究啥了？我研究星座。哦，哎，你是？我是射手。那你上升？我上升是处女。哦，射手处女，你是社畜座的。啥了？这能连着说吗？这星座也太苦了。我还研究五行。哦，传统的。哎，五行它讲究相生相克。对，金克木，水克火，迈克尔、杰克逊。啥玩意儿？老外也信这个吗？啊，你就研究这些？别，我其实研究最深的是许愿池。许愿池嘛？哎，这么冷门？不，很多人相信。哦，哎，那我问一下，你在跟许愿池许愿的时候，你在跟什么许愿？小王八？有吧？里面你这个有点冒犯了啊！冒犯了。那个许愿池里面有神仙。许愿池里有神仙？哎，许仙。我给你科普一下，好吧？这个许愿池它起源于罗马，所以里面是个罗马的神仙。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的神仙。哎，波塞冬。不，没那么大的官儿。阿波罗、雅典娜。不，他就是个没有名的小神。哦，哎，我觉得你对罗马也不是很了解。我刚说了3个都是希腊的神仙。雅典娜是希腊的，包括苏格拉底。他们都一起的。哦，你给罗马和希腊合并了，那你也是个神啊。我是什么神啊？你是古希腊掌管古罗马的神。城市规划这一块的。不是我合并的。你刚说的吗？他们本来就都是欧盟的。所以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的神仙。那种白胡子老头嘛，这种。那这个大爷常年跟水里泡着，他不会得风湿吗？对吧？关节痛那种遇水。谁说他是老头了？不是老头吗？他是个小伙儿。是个小伙儿。那个池子里有一个罗马来的精壮的棒小伙儿。是这种设定呀？那神仙有性别歧视呀？为什么不能是棒姑娘？有2个。有两个。那个池子里有一对罗马来的精壮的棒男女。那神仙有身材歧视呀？为什么都是瘦的？有4个。有4个。除了刚那2个，还有2个你这样的，那水都淤出来了。你管那么多呢？哎，那神仙有年龄歧视啊？为什么都是年轻人？8个。8个呀？8个。除了刚那4个，还有4个相同配置的老人。那这4个老人不会得风湿吗？他们四个在池子边上坐着泡脚。哎，那我刚开始第一次问你那个老人会不会得风湿，你就说他在旁边坐着，不就不用出现后面7个人了吗？他一个人他忙不过来，需要8个人。那全国各地那么多许愿池，这8个人就忙得过来了。每个池子里都有8个。每个池子里都有8个全国各地几10万个许愿池，每个池子里有8个罗马人。对啊，那罗马就没人了。你知道罗马多少人吗？罗马神仙。罗马就没神了。没神，那我们国家的神仙过去了呀。所以每个罗马的许愿池里有8个中国的神仙。对呀。八仙过海。8仙过海过了地中海啊？这么飞的吗？
哦，所以是这边的过去，那边的过来，交换神。那这是8个瘤子呀。人家不是学生，人家是神仙。神仙，反正所以我们这边的许愿池里是8个罗马的神仙。那讲道理，他们哪怕不说意大利语，也应该说英语吧？怎么听懂你许愿？那8个人里面有个翻译。有个翻译吗？那8个人里有一个 translator。Yes。那还有7个呢？还有7个，还有那个负责许愿的，就1个干活的嘛。那剩下的呢？还有个 HR 嘛。HR 呀，公司啊，那剩下5个呢？还有5个财务。5个财务吗？对，神仙的账这么难做？不，他们主要是贴发票。有生活。所以是个公司，那他们也996。不，那个景区啊，晚上6点关门，他们也就回家了。每天6点，这帮货挤地铁去机场，然后回罗马。不，神仙不用去机场，神仙会飞，会飞，原地那种。每天6点钟，全国各地歘起来几百万个罗马人往北飞，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人是汉字，他们排 people 吗？people，PEOPLE， 6点下班，排完都12点了，还回啥罗马？人家熟能生巧。不是你能不能问我点许愿相关的？行，咋许愿？许愿你就简单了呀，你就扔一个1块钱硬币。为啥一定要是1块钱硬币啊？它这个东西它就相当于这个敲门砖。扔砖不行吗？扔砖你不礼貌，它得是个礼物。LV 的包，有把愿望扔进去的吗？LV 的包太贵重了，高仿的 LV 包。不是你往水里扔一个假的，然后出来个真的是吗？洗钱吗？我说为啥要5个财务呢？洗钱犯法，它就必须得是硬币，就必须得是。那然后呢？然后你就得双手合十啊！为啥一定要双手合十啊？双手合十显得你态度好，这样显得我态度好。不是这样才显得我态度好吗？你这样显得你态度更好，这样显得你该。你才该，就必须得双手合十，就必须得是。那然后呢？然后你就许愿啊，然后就许愿。那现场这么多人，神仙怎么样决定先实现谁的愿望？这按那个愿望的拼音首字母啊？不是你许愿我看看。神仙时间，我 S 施恩神，太靠后了。我希望明天 W， 你更靠后了。那你都咋许？我一般我就，哎呦喂，神仙呢？都要 A 开头啊？当然得 A 开头啊，其他门派都是 A 开头啊。阿门、阿拉、阿弥陀佛。让你研究明白了。学会了。学会了。那以后我是不是就天天许愿就行了，啥也不用干，是吧？也不用写麦菜了，也不用创作了。那当然不行了。你许愿归许愿，你愿望实现主要还是得靠自己。靠自己吗？我许愿了，我还靠自己啊？不是，你看啊，我们站在许愿池旁许愿的时候，看见的不就是自己的倒影吗？哎呦喂，开始上价值了！天哪，自己是自己的神，那来吧，跟我一起。干嘛呀？组成 people。谁跟你组这玩意儿啊？谢谢大家。谢谢肉食动物，喜欢肉食这段漫才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请左票。这个我替可能好多观众朋友先问一句啊，因为原来你们很多都是角色扮演呀，尤其是你们很多代表作都是改写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白雪公主啦什么这些。那今天这个显然不一样，但是
有什么要跟大家？就是跟乃文老师也说一下，就是确实第一次演在你面前演，我们之前不是这风格。就漫才其实有2大类，一个就是话艺漫才，一个是短剧漫才。之前我们演的基本上都是短剧漫才，然后我们想尝试一个新的一个表达方式吧。有点像相声，不太像，不太像，像不像呢？大林，不太像，不太像，不太像。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有角色？因为我是感觉到了，就是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可爱的抬杠的人，就杠抬得很自然，不让人那个跳戏，也不让人讨厌。因为说实话，抬杠的人其实挺让人讨厌的。但是你们这个互相抬杠，就是起码我感觉你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包括节奏，我认为其实还是进入角色了啊。是因为可能我一直在演一个欺负他的人。对，他们应该算是中国漫才的一个大宝贝了，这是。今天这个完全是一个靠着严密的逻辑推理挖坑，不断的挖坑，然后再拆再解，这个就是完全靠这逻辑，靠来回推，这个其实挺吃功夫的。这个我觉得纠结漫才是相声形式的问题，其实没有必要。但是这个它其实这个创作的逻辑有一点，其实跟我原来听相声很多东西是很像的，因为。咱说那个大郭老师啊，您的父亲大郭老师有一系列的那个成名作，比如我是文学家，哎，或者我是一个军事家，他其实就是郭老师扮演的那个人，他在强撑一种说我什么都懂，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边那个于老师就不停的拆开说，你其实这个不对，指出荒谬。只是于老师和大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嘛，就是这是演员表演的风格。那就也想听这个大林说，就是他们这个创作上，是这样的，因为相声啊，其实很多让中国人发笑的方式不是相声发明的，相声其实是归纳总结。他把好多那个咱们中国人用汉语去逗乐的这种方式集合到一起，所以您刚才这东西它确实不是相声的东西，就是它是中国人幽默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咱也本来也不是同一种表现形式，其实就相当于说电影和电视剧是不是一个行业意思一样，是吧？纠结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其实是对，只要能逗大伙儿开心就完了。就怎么突然想到又换了一种风格？因为其实之前看你们演表演型的那种更多一些。因为那个其实演了很多，这个是我们之前专场里的段子，就是想尝试一些不同的类型。因为我们其实写短剧比较擅长，但是想试试这种。而且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更不太靠谱的，对，我们可能试场，对，可能会比如说下一场或者下一场也会，前提是得有下一场。我觉得能让我们看到不同的肉食动物也是我们的幸福啦。哎，谢谢。确实，其实他们本身一直无论是切换就表演方式，或者是呈现的这个主题也好，其实大木欺负晃晃这个点是一直是不变的。对，就是这个是他们创作的一个基础。所以逻辑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没事，许愿吧。哎，好嘞，咱们就许愿爱奇艺，那也是 A。别的愿望不好说，但有一种愿望不用向神仙许，用淘宝闪购就能实现，外卖更优惠。哎呦喂，淘宝闪购率先实现你的愿望，耶！哎呦喂，哎呦喂！哎，你们是谁挑战的？谁？是凯峰选。凯峰，对，就是有想到吗？其实我们也很喜欢凯峰的段子，他第一个赛段讲的也是这种类型的。对，是，其实有某种共通的地儿在哈。我来到这个舞台就是为了记住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各位就是向许愿池许愿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自己的倒影。太浪漫了。凯峰这个劲儿太帅了，真是。你随时都能这样是吧？凯峰，他生活中都这样。你半夜3点闯进他的家门，他先教你读5分钟书，然后偷摸报警。开玩笑，谢谢凯峰，那也谢谢肉食动物，我们把凯峰也请回舞台中央。看看这个脑洞对决的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感觉要200票了，210有没有希望？恭喜凯峰啊！肉食187票也很优秀，但按照规则很遗憾，请2位先暂时前往待定区。好嘞。那我们恭喜王凯峰
210票直接晋级。王凯峰是一个自我世界很丰富的人，他不吝惜于展示自己的想象力。我觉得王凯峰这个人吧，荒诞、浪漫，然后又神经病，真的你不知道他天天在想什么。春秀路这个名字非常好听，春秀路，春天绿色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外星人来了，屏蔽了对入闸机的信号。外星人，这么开门的意思。你能看到那个大黑楼吗？大黑楼就是山顶树的楼房，那个就是仿照山的样子。这种砖就特别像某一块就会雕刻那种对于未来的预言。如果一旦人开起车了，那他真的就长大了。我不想像河神一样从地底下冒出来。王凯峰可以成为一种风格，漫步在天空里这么一种感觉，就好像每一朵都踩在云上面，你也不知道那朵云会飘在哪里。我对他是羡慕，做一个浪漫的人成本很高。越走近，你越仰望他，700年的时间就被压缩在这个抬头的这一瞬间。有时我觉得我并没有想好要去哪里，但我的脚落在了下一步的位置，我在我的脑海中行走。语言没有尽头，我可以不断地走下去。凯峰，这也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期上半场的最高票了，很不错，打了一个翻身仗。其实后台很多朋友一直挺为他担心的，因为知道凯峰的风格比较独特。这刘洋、刘仁成两位老友看了半场了，有什么感受想和大家分享的不？我看了非常热血沸腾，几乎想回来参赛，没有不回来，然后戏耍我们，感触非常的多。我觉得这4组他们都是像又不像。你看第一组嘻哈和辛博就是2个极端，一个是舞台上风格这个节奏最快的，一个是舞台上节奏最慢的。然后第2组像于博和这个浩，他们俩一个是笨蛋喜剧，一个是帅哥喜剧。就是不是笨蛋啊，没分清你在啊，一个是笨蛋喜剧，一个是长相普通喜剧。就是笨蛋喜剧，它是会告诉你我被生活一拳一拳的锤，然后聪明人的这个喜剧是告诉你我怎么一次次反抗生活。第3组小马和这个巴拉，他们的素材非常非常的个人，然后以及到第4组讲的肉食动物和凯峰，你会发现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脑洞，然后逻辑，不同的是凯峰在这场非常有这个现场感，所以这4组会让我觉得他一下让我看到了单口喜剧最好的那一面，让我看到了单口喜剧吸引我上台的那一面，就是它展示了大家对同一个生活的多种切片，它让我们看到了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所以非常非常感谢这些选手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可能性，非常感谢他们，太棒了。那在教主如此面面俱到、事无巨细的发言之后，阿成你还能说什么呢？你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他赢过我2次。那明年，因为我今年很多朋友的稿子我都之前看过，然后所以今天看他们比赛，我特别感慨，因为感觉大家在这个比赛的状况下，还是激发了很多创作。我确实觉得这个比赛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多，我也很开心看到凯峰的今天表现很好。我跟凯峰应该认识9年了，第1年讲单口就认识了，然后很开心能看到他的成功。说实话，尤其到最后看到凯峰这种。真挺开心的。我今年其实一直一点都不想比，但现在看完之后会有一点。我不跟您比。明年会考虑。这也就是办节目的意义嘛，只要舞台在，大家想回来永远都有机会，想表演永远都有机会。那随着刚刚肉食跟凯峰的这一场对决，我们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第1场的上半场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恭喜4位直接晋级的朋友，也感谢所有的演员，感谢所有的观众，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谢谢4位的加油打气。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新人强势来袭，老将惊喜升级。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强对决。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用喜剧点燃这个夏天。上微博参与喜单3爆梗见证官点评活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爆梗。喜剧之王单口季线下巡演已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了解更多喜单巡演信息。欢迎大家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
季第3季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精彩继续。我说妈，你怎么想的？你儿子当一个短剧演员，天眼霸总回去卖馒头，丢不丢人？我妈说儿子，妈看过你演的短剧，那个更丢人。我妈说儿子，你上这个课之前你还叫刘奎，你学出来你就是康辉。各位，我当时才5岁，我不认识康辉，我是菊萍唯粉。只有2家店还开着，一个是成人用品店，另一个是殡葬一条龙。该选哪个去逛？就垂死病中惊坐起，哎，忽如一夜春风来。剪完之后自拍一张发给我朋友，我朋友说你也太冒险了。我说是啊，以后可不能随便找个理发店就进了。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像爱冒险的朵拉。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又说我的猫抓坏了沙发，可那沙发是我买的啊，我家猫也只有路由器呀。我小时候挨打了，没打过人家，让我爸知道了，他为了教育好我，还得再打我一遍。一边打你一边教会你人生中第一段绕口令，下回他再打你就像我这么打你这么打他，听见没？不管说分数能不能上200，我觉得刚才的心跳应该已经过了200了。虽然是脱口秀，但是我觉得就更像一场摇滚音乐会，能量挺大。这个真正的相爱相杀了，200和190，差不多吧。观众朋友会给出怎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是谁在领奖？不是我在角落飘飘飘领奖。不是我。排队排最后合照站最边上。我咋办？你开场唱，我跟唱，点绿就响。从来就没有女生举来主角气场。你只是北京腔，我可是北京腔。没有万人敬仰，只有万人敬仰。就我自己努力奋斗，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的。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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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每周一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享真奇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前程无忧无要照，找高薪工作赚到你笑。下载网易小蜜蜂，看年轻人的朋友圈，拥有到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